很多人在看我挖地基的视频之后，在视频下面留言说我挖的地基没有放钢筋。今天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里一条一条，这个就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，叫地梁。今天的总体任务是把地梁里面全部填平，然后再帮外面挖2个柱子的地基，帮地梁里面的土稍微整平一下。我挖机要从这里开上去，因为我这台挖机的履带特别容易掉，所以我必须帮土全部整平了，挖机才能开着，不掉履带。这就可能有朋友要问了，为什么履带容易掉，不打一点黄油呢？说出来真的是一个笑话。我这台挖机在出厂的时候太不严谨了，帮黄油的孔放到里面那边，所以需要帮履带全部拆掉，要把打黄油的油泵拉出来转一下，才能打到黄油。这个徐工太不严谨了，这种低级错误，因为这个是混凝土地面，我尽量不要把人家地面搞坏。挖到最后还剩一点土，用挖斗刮到地梁下面来，再来帮地梁上面的土稍微拍一下，保护地梁。挖机从这里爬上去，上来之后先把挖机开到里面去，先把这个路整平一下，要不然挖机又要掉履带了。像这间房子土比较多，我就要把它扔到土少的地方去，基本上扔的差不多均匀。如果土少的话，就少外面的几个房子。地梁里面的土摊平了，用挖斗轻轻地拍。像这种地梁上面的土，尽量不要用挖机斗齿来挖，用挖斗的底板刮，这样不会伤到这个地梁。哎呀，我这个挖斗，你说间隙大一点也算了，关键斗底板还不平，这个土总是粘到底板下面。再把外面这间房子的土挖到里面这个房子来，先把里面的土搞足，填平再说，外面少了，在外面想办法。用这个摇摇晃晃的挖斗来做这种活，真的是种煎熬。这个老板也说了，让我帮他整得平一点，因为他不等这个下沉，马上就要给他打上混凝土了。这里面全部整完之后，再把多余的土扔到外面这间房子里面，除了最角落的那间房子以外，其他的全部填平了。再到这里用切割机切一个4方块，挖一个柱子，地基总共要挖2个。这个切割机也是我家的，因为它这个房子挖地基全是包给我们的，所以这个切割机我们是赠送服务。先把挖机摆正，帮这个刚刚切好的水泥块，然后挖下来。这个其实切不切也没什么太大意义，因为这周围都被装货的货车全压坏了。我在里面回填的时候，故意帮这间房子里面的土全部挖空，就是因为这里有个地基挖出来的土，直接扔进去就可以了。它这个屋长的地势很有意思，是在山的半山坡上，所以是个斜坡下来的。它房子后面的地基很薄很薄，就挖到岩石的，但是前面很深很深都挖不到岩石。把房屋里面整平之后，还有一点土多放在这里，叫货车来给它拉走。地基挖好，要立刻用挖机帮它打上混凝土，所以现在准备放水泥沙子。我是要求他帮我倒在这个坑的旁边，把这个水泥袋子用挖斗把它挖坏。他们截水泥袋子，我就来帮这里面整平一下，节约时间。挖机一刻不能休，这个沙子倒在这里特别的方便。我挖机一边搅拌，它一边加水。搅拌好的混凝土，挖机可以直接挖下去，也可以直接让它流下去。它这个水呀，太慢了，影响速度。再把沙子撒下去，用挖斗轻轻地拍平搞定。刚刚突然下起了暴雨，因为挖得特别的深，所以怕它塌方，
这个老板叫我们顶着雨也把它搞完，我是无所谓，主要是这个老板自己淋雨。这是什么天气啊？出这么大的太阳，下这么大的雨。不下雨的时候，感觉这个还挺好看的。下完雨之后，这里面有积水了，就不太好看了，真的不是特别的平。它这个地一量就没有打平，前面那边高一点，这边低一点。我在给它整平的时候有很大的感觉。后面这个地基还少了一点沙子，算了，改天用砖给它补平。活干完了，把我的切割机也要拿回家了。有台挖机就是方便啊，提起来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。今天干完，老板就给钱，真棒。